内政部长刘世芳说，我们培养叫做防灾士，听到你们有没有人防灾士？有执照呢？台湾现在有5万多人拿到执照了，年底要有10万人。到底台湾是怎样啊？到底要怎样？以前蓝营说两岸紧张的时候，绿营就说故意吓我们台湾人，吓威胁。那现在每天对不对？国防虽然要增加，血袋要台湾做，医院都要变成那个紧急暂时或变成暂时医院，现在都叫他们这个搞这个训练。然后呢，还要有10万的防灾士哦，汉光演习要拉长，还要打持久战，打这个防卫战哦，然后重建战，到底要干嘛？哦，那好，那在立法院啊，要搞一个修宪委员会啊，因为蓝白想要把监院废掉了，觉得监察院没什么用啊，这个很奇怪。民进党以前就要废监院，民进党很早就要废监院啦，老沈一定记得嘛，对不对？要废监院，那现在不废了，所以监察院很好用。那他们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因为要修宪一定要大家同意了，光靠蓝白绿是没有用的，要大家都同意哦，3/4哦，这个门槛很高嘛，哈。结果呢，要先因为这个交付委员会以后要先协调嘛，政党协调嘛，民进党反对，说这一届是最不信任的国会，既然不信任，我们马上把你们罢免掉了，还什么跟你们协商？不协商，哦，协商破裂，哦，所以呢，史上最乱的国会不宜修宪，哦，找个理由就变成这样子，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届国会被号称是史上最乱的国会，然后扩权违宪最严重的国会，那我认为也是最不被公民所信任的国会。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开启修宪委员会的好时间。那我们要求，如果今天大家没有共识，我们就送院长协商。好，那个是不是送院长协商这件事情哦？立法院职权行使法68条规定得很清楚，民进党党团如果希望院长协商的话，请民进党党团进行发文。那因为今天民进党党团反对，在这个时候成立修宪委员会，那我们的协商就不成立。那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议事规则来加以处理。那嘉宇。确实，这个修宪委员会要3/4以上的委员出席，而且同意，还要经过这个公投才有办法修宪成功。那以现在国民党加民众党加起来才不到这个80席，62席，那要86席才能够修宪成功的情况之下，没有民进党的支持是没有办法这个修宪的。那再来看说现在的大罢免，确实有31席的国民党即将面临大罢免的这个威胁，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去发动修宪到底目的是什么？明知道不可能，也知道说国民党现在可能在台湾的这个民意的这个代表性其实是不足的情况之下，现在的这个修宪也没有办法激起社会的共识跟讨论，所以当然民进党是不会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修宪。那再回过头来讲说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团结国家的实讲，其实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大家所质疑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都是台湾内部大家必须要好好去讨论的问题，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团结国家实讲，能够把过去大家不敢讲、不愿意讲的问题抛出来，让大家好好的去讨论。这个其实也是团结国家的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大家在讨论的国安、国防，或者是全民防卫的韧性等等这些议题，都是需要全民的参与跟共同的讨论。那我觉得赖清德总统的用意，就是希望说，透过大家共同关心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国安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凝聚共识，团结国家。这个也是从之前的跟在野的领袖要做国安简报，到现在的团结国家实讲，他所要凸显的一个目的，最终就是希望能够团结台湾。好，老沈，我马上要接他的话。你说，我觉得高嘉瑜啊，本来就好学生，脑筋好，学问好，几分之几都背得很熟。这样的讲法会让我们的观众打瞌睡，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同意今天修宪有可能的原因，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个闹笑话哦，因为民进党从开头到现在。就是要制宪的，为什么只有修宪呢？他要制宪的。国民党呢就抱着这个有增修条文的统一宪法哦，但是也吃亏吃得蛮大的。只有老共说这个是违宪，哪有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已经是违法的，就是违加一个人字旁那个违宪。但是呢，他讨厌他，看不起他，
又说这是一条红线哦，你不能随便给我乱改哦，尤其是固有疆域这些敏感的条文你不能动哦。但是最近，因为我们当下这一届立法院，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牛烯庭领导之下，这个是最荒唐的国会，忽然之间把这个大家都看不起的宪法，变成大家有共识。现在你看。这个赖清德不但是要捍卫宪法，要捍卫五权宪法，让这个林濁水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那国民党呢，本来我就是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派就是这个宪法最大的拥护者。那老公说，这不能动，不能动，红线在这。现在这个宪法虽然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是一个荒唐的一个妥协，但是现在是一个红、蓝、绿。都有共识的，大家都要维护啊，所以那这什么意思呢？我来解读给你看，为什么这么荒谬的东西大家都去维护它？因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维护现状的代表物，对不对？3个人都说这个好啊，好啊，那不是维持现状吗？就是这样，大家都不晓得它的妙用，就是维持现状，就是不要去动这个宪法，它再糟糕也不能动。所以现在是什么修宪委员会啊？就是这一群，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最痛心的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无脑章鱼。现在不是31了，现在是24条，这24条脚乱舞，当然民进党要去砍他的脚啊。那国民党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在美国看到说有2个人出来了，一个郑丽文，一个赵少康。那郑丽文说要在野大联盟，我就眼睛闭起来去想。再过2天，郑丽文的名单会出来，我就在脑筋里头构想说是会是谁。2天后名单出来了，你想跟我构想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只多了2个。那你出来了，张斗兰出来了，我很佩服你啊，我不能讲你的坏话啊，对不对？但是郑斗兰再加郑丽文2个加起来，我们距离红衫军当年的规模，这个缺口很大嘞。这个缺口，所以国民党有灭党的危机啊。幸亏你们的救星来了，你们救星就是赖清德啊！赖清德大家都说他是台独的金孙，你同意吗？台独的金孙呢？打那个给了。不，我告诉你，我从头到尾就不相信他。他现在10讲团结10讲，只讲了3讲。我讲，他是台独的戆孙啊，不是金孙，是戆孙。我跟你讲，他现在第1讲。讲那些东西，长毛象啊，这些化石啊，比你们中国来都还早啊，来合理化台独的正当性。你晓得我几年前讲这些东西吗？我40年前在美国去讲这些东西，50年前在台湾去讲这些东西，而且讲的比赖清德动听得多，好听得多啊！他50年来没有进步他就使你牙慧嘛这拱孙啊，你知道？好了。为什么就是说赖清德为什么讲五权呢？他在选举的时候辩论说中华民国是灾难，后来又说我错了，少2个字，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记得吗？现在这样维护五权宪法，但为什么维护五权宪法？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至少2个理由。五权对他比3权好，立法权5权就分散了嘛，5权最好10权。他哪有这样想？他一定这样想。学问没有这么好。这个他想一想，他学问没有这么好，到了跟权力有关就会想到了3权。监察权到立法权里面来了嘛？美国马来呢，对不对？监察权到立法权啊。丘吉尔怎么讲？英国国会除了不能生男生女，其他什么都可以做。国会权力是无上的，国会权力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这个人民意志的集体在这边行使。没有票，我还是觉得赖清德讲得好。好了，你讲他拱尊，这对了，这有票。那另外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要5权？现在宪法保障他嘛，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不罢免赖清德？他可以罢免立委，怎么罢免他？立委25%就通过门槛，罢免赖清德，按照我们的宪法，我那时候傻傻的去翻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我说这个容易啊，哪里是宪法就把它定死了？2/3立委通过才能够弹劾或罢免他，他说宪法保障他修什么宪啊？修成1/2啊，他才不要呢。那当然很奇怪，因为他一直认为说，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大陆的宪法都不算，台湾也没有代表去，然后后来说没有普选代表去，所以在台湾搞了7次，那才算我们台湾的宪法要跟大陆切断。但是我们的宪法
就算李登辉，我们都知道李登辉其实是个台独嘛，只是这我最早识破，大家不相信。李登辉在搞这个宪法增修条文，最前面都还有一个前言，在国家统一前，为什么要这样？就像老沈讲，他不要得罪大陆，何必呢？对，我搞我的嘛，我费城也好，我搞我的，你不要来管我，但是我也不要惹你。所以还加个在国家统一前。那你赖清德现在说一直讲你要护宪7次修宪，那是代表台湾民意。那个台湾统一前要不要删掉？在国家统一前，那你是所以郑丽文才说你是妥妥的统派嘛。那郑丽文为什么有资格讲？他野百合他就是学生领袖，修宪的时候，民进党条文是他拟的，他是民进党的修宪国代表，而且是党编，是当时小党编，所以他完全知道那个来龙去脉嘛。那你现在赖清德，你现在突然说你到底你要干嘛？我不懂。你现在突然要变成这个要维护五权宪法，国家统一前，你到底在干嘛？所以难怪绿营的，尤其那个林左水也不爽，说跟多数民意对立，什么五权哦，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台独的这个极端分子也不爽，所以赖清德既没有把这个社会把它团结在一起，还把绿营搞得很分歧。就要再回来。他是没有终止。好，因为赖清德说这个中华民国制宪了，台湾都没有代表去了啊。后来他们就说不是啊，国民党立刻就翻出党史会资料说18个人啊，怎么会没有呢？那连胜文马上说，我怕我的祖父也有去，连震东啊，连震东代表台北市他也有去啊，等等那因为1945年10月25号，日军在中山堂受降，就是我们受降，日军投降，在台北市中山堂，所以呢46就到大陆去。那时候地方有选举乡镇市长啦，什么省参议会是有的所以他是推举出来，而且经过省参议通过，虽然没有直接民意，但也有一个间接民意了而且当时代表去的人都还在台湾，还算有声望都地方士绅啊等等那所以呢，刚好就讲到连震东就连战的爸爸了，就连胜文的祖父，说我祖父有去啊那后来总统府赶快澄清说代表并没有普选产生，那郑丽文昨天讲的不错了，他说你总统府举个例子，全世界任何国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选出来的。对呀，美国制宪代表有选吗？怎么选啊？没有宪法怎么选？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有了宪才有这下来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怎么选？你告诉我哪个国家制宪？日本宪法是日本人民选出来的吗？麦克阿瑟制定的，到现在还在用啊。所以呢，这个总统府说并不是普选产生，就要替赖清德来开脱了那另外呢，就算台派学者也认为说应该道歉，因为呢，你历史就是历史嘛，你去抹杀这个历史干什么呢？那另外呢，还被赖清德说马英九就自称自己是区长，到底讲什么？不，当然我们的这个两岸条例是说大陆地区、台湾地区讲的就是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以我们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好吧？你现在管你让你管，主权是我的，不是你的。但老公不承认是一回事，但我们还是这样讲啊。所以呢，那大陆叫什么呢？就叫大陆地区。所以呢，民进党觉得那叫区长他们常常这样讲，马英九是区长。那马英九从来没有讲我自己是区长啊。他们就把马英九当时呢接见陈云林，大陆国台办，那陈云林来被人家围啊，被人家打啊，等等丢东西啊。那他们就司仪当时喊的就总统莅临。并没有说区长莅临。那当时有记者问马英九说：“你希望陈云林怎么叫你？”马英九说：“我不管他怎么叫我就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接见他，不亢不卑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那你老是要讲马英九到大陆也好，到新加坡都中华民国国旗总统摆在那个地方，他什么时候降低自己的格调？你偏偏要这样讲他，而且历史上不是这样嘛。所以萧锡成就说：‘谎言工厂厂长吧，你怎么老是编这些东西干什么呢？’那另外呢，蒋万安讲风凉话了，说赖清德团结10讲效果很好，所以呢，希望他继续讲那国民党那个吴宗宪委员说讲20讲，10讲不够，每天都讲所以呢，联合报的评论是说，总统不能剪掉历史嘛，你总统剪掉历史，国家就陷入失意错乱，有这样的风险，就大家已经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了曾宇。其实说真的这个团结10讲，我想要给它重新定义一下这个名字，这叫做毁灭中华民国的10讲啊。
不但篡改历史，然后同时间你还要模糊了民主的定义。我必须说，如果今天照赖清德他的第2讲还第3讲，他特别讲到说，民主不是多数选举哦就说得算。不好意思哦，第一个。基本上，你推翻了过去蔡英文8年的执政，同时间你推翻了你自己在2024年大选的执政结果。因为什么？多数人投给你，但你却现在带头来违反民意，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啊！中华民国今天能够走到今天，赖清德，我觉得刚刚应该是少康哥他讲得特别好啊。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可是现在保护你赖清德的宝典啊！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刚刚上一段我们有特别讲到说，修宪委员会破局，为什么破局？他得保护他自己啊！大家知道吗？在1997年的时候，民进党还特别发了新闻稿说，我们民进党支持修宪。那现在呢？经过了28年，将近30年的时间，为什么近期有这么多的台派、这么多的民主进步党的前辈们，全部通通跳出来，甚至还有人直接就是退党离开？为什么？因为这已经不是当年民主进步党所追求的真谛了。现阶段大家知道吗？包含到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的汉光演习等等的，这一再再的，请问一下赖清德，你是在推翻过去8年蔡英文他所为台湾做的努力吗？如果是的话，那你还做得真好啊！你推翻了所有过去，蔡英文时期他们所巩固的，但是现在你我已经感觉到说，你现在台湾只有2件事情啊，一个叫做信赖，一个叫做赖皮，只有这2种赖。好像只要没有人听你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得推翻它。所以啊，我非常赞成，很难得我会赞成蒋万安市长说的，你继续讲吧，继续篡改历史，继续毁灭中华民国，这个就是台独精神想要的结果，这不就是吗？大家看看过去的30多年来，民进党是怎么样告诉台湾人民的？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想呼吁民进党的朋友看清楚啊！蔡英文执政了8年，赖清德执政到现在，你们说的台湾独立在哪里？你们要的改国号在哪里？你们要的台湾的整个体现在哪里？我们看不到啊！现在只有看到的是中华民国被毁灭的实讲，被篡改的历史，还有转型正义，一切都是枉然啊！所以我必须说，民进党的朋友看清楚，现在的赖清德真的是你们支持的信念吗？好不好？小牛加油，小牛加油，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刘启婷加油！小牛，小牛，小牛！大罢免倒数1个月，蓝营反罢宣讲来到桃园，大咖集聚要力挺在地立委牛许婷。只是党主席朱立伦回娘家桃园，也特别点名总统团结实讲，痛批根本就是乱台实讲，要扰乱台湾的实讲。这乱台实讲简称叫做乱讲。他要打掉杂质，你我是其他人口。他参选总统的时候，当着全国民众的面讲。中华民国的宪法是最大的灾难，他根本就是一个毁宪乱政的总统。痛批赖总统台独万岁，毁宪乱政。民众党主席也合体战斗蓝发起人赵少康批评总统第3讲毫无宪法观念。原来真正的灾难是我们的总统对中华民国宪法的理解跟诠释，从事实到观念错的一塌糊涂。来，小牛，这个我觉得你办的场子啊？对啊，昨天反罢说明会还不错了。那多少人？昨天大概500-600有了，不错，地方对，就开始他那时候选举很厉害，一场一场办，一场一场办。小型座谈我已经办40场的了，那这个比较中大型的昨天开始嘛，那陆陆续续都会有，欢迎大家来参加哈。那昨天因为是话题，当然就是围绕着所谓的国政实讲嘛。那国政实讲，我认真讲，就是赖总统要去讲宪法，你不去开这个题目，大家平常还不太会去研究这个东西，但一研究就发现，其实你的论述其实是非常断裂的嘛，你的逻辑是不通的，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吃宪法的自助餐嘛。我要提醒就是说，情绪勒索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从你第1讲的什么长毛象，第2讲变杂质说，第3讲变成说台湾没有派制宪代表，可是明明就有当初有省参议会的选举，而且选举出来大部分都是本省籍的士绅作为第一批的省参议员，在里面推举出来之后，变成所谓的制宪代表，所以他反过来证明中华民国宪法就有
台湾代表的介入，当然表示台湾一直以来就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所以我讲越讲出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浮上台面的时候，你就越显得民进党的论述跟说法其实是非常片段，而且是用洗脑的方式来处理。我不得不用比较强硬的话来批评，就是你赖清德讲到目前为止，你的前3讲，你叫做用总统的身份放送地下电台的逻辑嘛。因为你的说法完全没有办法说服一般的社会大众，你的认知也跟社会大众的认知是脱节的。那当然的，我们很清楚，民进党过去以来操作，他的受众从来就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当全民众，他就是要看他的绿营的基本盘。可是问题是，这一次为什么反弹的力道这么大？因为社会氛围已经改变了嘛。当你越讲越荒唐，甚至背离事实、背离大家的想法的时候，大家也不想要再继续沉默下去了。国家在你领导的这1年多里面，你没有看到任何团结的迹象，你只有看到越来越大的对立跟分歧。现在反对的人已经不想再保持沉默，所以你每一讲，即便你只是口误，都会被无限放大。那个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民怨。非常已经接近沸腾，我相信7月26的罢免投票会倾巢而出。没有评。其实啊，蓝营有一个对赖清德10讲的评论，我觉得最一针见血。感谢丞相借鉴，草船借箭。因为说真的，本来呢，赖清德、民进党加罢团的整个协议呢，就是在第3阶段哦。第一个，民进党不演了，被蒋万安骂说哦，原来民进党就是诈骗集团啊，不演了就是全代会宣布说，民进党要跟罢团呢确实携手前行。那携手前行呢，最后的武器啊，民进党的押宝。就是压在赖清德的这个10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嘛，那个民进党非常的厉害，有网军会搞梗图，第一时间中央厨房，然后掌握了一大堆的绿媒，从电子媒体到纸媒到网络，铺天盖地的呢，就利用他的这个内容就去铺陈炒作，所以认为呢，赖清德以主帅之尊，这个领导人之尊呢，这个大旗一挥，这个10讲呢，每一讲都精彩纷呈，噼里轰啦呢，就可以把这个国民党呢一盘散沙呢这些要被罢免的人炸得昏头黑脑的，本来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这个讲到第3讲呢，就发现说他的炮弹呢，通通都被国民党拿来用。不但被国民党拿来用呢，国民党已经不必自己再去想主论述了，也不必自己再去陈述说什么反罢，他只需要在未来这1个月呢，就是直接的把赖清德的荒谬、赖清德的主张完全没有民主精神，想要搞独裁，赖清德的扭曲历史、不尊重宪法连历史事实都要扭曲呢，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柴火反罢免的动员力道动员出来。更何况本来你这个一区一区的仗要靠牛许婷，要靠他们单独在地方动员呢，其实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动员有其局限。本来大家就说这次726就是在拼投票率，但是赖清德的杂质说成功的突破了蓝营的同温层让很多中间选民觉得说，哎呦，我莫名其妙我不出来投这个反罢免不同意票，我也变杂质了，就大家那个渲染力度，所以呢才会为什么民进党自己内部现在也在闹分裂，蔡丁贵已经出来说不要再讲了啦，你这个每一讲都这个请鬼拿药单，温朗。那是不是叫温朗东？温朗东也直接跟赖清德建议说停止，否则对整个这个大罢免呢是一个祸害。联合报有个评论标题下的最好，他说赖清德不是李万居，你不认识李万居是谁呢？你成为反罢免的猪队友，还是很大的一支。因为李万居呢，陈水扁颁匾额给他，说是民主先生，他是赖清德在台南起家的，当时制宪的台南的代表。基本上了哈，就是说最近几个民调都显示，原来的民调大概就是支持这个罢免的比反对罢免的人这个少，就是说反对罢免比较多，但是支持罢免投票率比较高，可能9成都要去投了，但是反对罢免的只6成，所以乘起来。这个对反对罢免是不利的，对他们要被罢免的立委是不利的。但最近情况有变，
好几个民调都变了，包括 TBS 的民调有转有这个反转的趋势。我想也是因为蓝营的人呢比较温良恭俭，就是比较慢热，而且罢免的是比较有动力的，罢免你对不对？恨啊，罢免你啊哈。那我最近陪了几个要被罢免立委到市场，礼拜六、礼拜天到市场，那最直接哦，比如说跟赖士葆到木星市场哦，跟李彦秀到湖光市场。跟王宏威到长春市场，那是直接的哦，跟那些摊商拜托握手面对面哈，反应哦出乎我意料，都说没有道理啊，民进党不得力啊，按讲把背几年都没搞，几年就开戏哦，没有，我觉得台湾这个社会除了那个极端分子以外，还是讲公道的，要个道理嘛，这个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要有个道理啊，啊你没有道理嘛，当然也另外我很惊讶说。很多包括那个卖菜，他们说我拢看你的电视，我拢看你的电视，我很高兴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你觉得那些人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的观众，都说是啊，那我们的收视不是要10%以上吗？休息一下才回来。